男人学会穿墙之术，没想到回去的第一件事就是偷别人家的银子，结果却令人哭笑不得。话说在山东崂山有个叫做王七的书生，他整日游手好闲，好吃懒做，家里本就不富裕，全靠妻子织布度日。而王七却每天像个大爷一样，时不时的还要妻子伺候。妻子稍有抱怨，他还不乐意，对着妻子大声训斥。妻子当即反驳：“你要是有本事，就别靠我做活来养你啊！”王七为了面子，当即表示不飞黄腾达，绝不回家。好，我走了，你可别后悔啊！有志气，不发达不要回来。就这样，王七硬着头皮离开了家。他来到街上，看到庞大地主正在收高利贷，惹得百姓苦不堪言。这时，一个道士刚好路过，他想要劫富济贫。只见他念诵咒语，小手一抓，就抓来了一锭银子。顷刻之间，地主钱匣子里的银子就全进了道士的腰包。银子呢？哎，不是你掌管的吗？不见了呀！啊！随后，他将这些银子分发给穷苦的乡亲们，众人纷纷感激涕零。王七见后喜出望外，自己要是能学个一招半式，那飞黄腾达便指日可待。于是他连忙追上道士，想要拜师学艺。可道士微微一笑，并没有理他。怎料王七一路纠缠，表示不收他为徒就长跪不起。道长架不住他的软磨硬泡，又见他态度诚恳，于是就让他随自己来。就这样，王七跟着他来到了崂山道观。这地方破旧不堪，荒草丛生，甚至还比不上王七的破房子。道士吩咐他帮忙打扫一下，然后转身竟穿墙而过。王七见后为之震惊，恳求师傅教教他。道士表示，王七必须要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的一步步来，然后每天安排他砍柴挑水、洗衣做饭，杂活累活都是他干。可日子一天天的过去，道长却啥也没有教他。王七不免开始抱怨了起来。怎料师傅突然出现，训斥了他，让他赶紧去烧火做饭。今晚他要宴请宾客。王七小声嘲讽道：“自己都吃不饱，还想请客呢？”怎料这时道长拂尘一挥，引得无数鸽子飞来，留下了一地的鸽子蛋。王七正蹲下捡鸽子蛋时，道长继续施展神通，只见他轻轻将树叶摇晃下来，落到池塘，竟变成了一条条肥硕的青鱼。王七看得目瞪口呆，这下他可真是对师傅佩服得五体投地了。晚上道长宴请好友，供奉的老君神像闻到酒香，也走下神台，与众人一同畅饮。此时有人提议让老君邀月里的嫦娥下来一叙。随后老君推开窗，高声呼喊邀请嫦娥仙子。只见嫦娥仙子带领众仙女姐妹下凡而来。王七瞪大了双眼，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。给嫦娥倒酒时，甚至还用手掐了掐她的耳朵。听到对方的叫声，这才相信眼前的一切都是真的。随后仙子们在云端之上奏乐，众人开怀畅饮，笑声连绵不断。酒过三巡，道长提议大家共舞一番。舞的兴起，众人纷纷穿墙而过。王七在后面摇头晃脑的也跟了过去，没想到额头却撞出来个大包，他只好落寞的站在一旁，眼巴巴的看着其他人玩乐。道长见他可怜兮兮的，毕竟是自己的徒弟，终于愿将穿墙术的口诀传授给他。东方甲乙木，西方壬癸水，南方丙丁火，北方戊己土，一物克一物，方能穿墙过。见师傅穿墙而过，王七也跃跃欲试，没想到他心思不纯，口诀也没念对。我要金子，我要银子结果身体被卡在了墙里，幸好被道长及时救下。经过道长的再三教导，王七终于成功穿墙。他连连感谢师傅教诲。临别前，道长特意嘱咐，穿墙术法若用之不当，必定会自讨苦吃。王七只顾着高兴，全然不顾师傅交代的话。回到家后，他兴奋地和妻子分享这一喜事，表示这下子可以飞黄腾达了。可是妻子并不相信，于是找了面墙就要证明给他看。没想到居然穿墙来到了隔壁的青楼，刚巧一个姑娘在沐浴，王七一时按捺不住，悄悄靠近，看得他口水直流，一不小心打翻了旁边的花瓶，被青楼头牌富贵花逮了个正着。得知面前之人正是远近闻名的花魁，欣喜不已。望着他婀娜多姿的身段以及那倾国倾城的美貌，王七看得心花怒放，随即就对着富贵花甜言蜜语。见王七生了俊俏，富贵花已经没有喊人，但是做什么事之前都得先交银子。于是王七便开始大肆吹嘘自己的本事，在下曾得神人传授，身怀绝技，什么金银珠宝那都不在话下。见他不像是在说谎，长得又很年轻，富贵花就想借他之手帮自己赎身，随后就想要与他深入交流一番。怎料这时那个庞大地主突然到访，原来他是这里的常客，并且有意要为富贵花赎身。屋内两人急得焦头烂额，王七被吓得连穿墙术都不会施展了，只能先躲在暗处，还险些被庞大地主等人发现，最后只好爬上屋顶偷溜回家。从那之后，王七每晚都去青楼私会。可这晚，富贵花正在楼下招待地主，床上躺着的则是青楼老鸨。王七不知道，上去就是一顿乱摸。老鸨醒来后，直接就是一个大嘴巴子。快来人呐！
有贼！王七被当作盗贼，让人暴揍一顿。富贵花和庞大地主闻声赶来，在庞大地主的再三逼问下，他不得已当众承认了王七是自己的相好。庞大地主此时吃起了醋，自己的美人怎么跟一个小白脸好上了？富贵花笑着说道：“银子不到手，姑娘不过门。”虽说庞大地主家财万贯，但家里的钱财都掌握在他个夫人手里，现在浑身上下都只剩下100两银子。于是两人纷纷开始叫价，从100两最后叫到了1200两。老鸨表示，谁先拿出1200两，谁就能带走富贵花，并且还附带丫鬟2名。王七虽然叫价爽快，但是全身穷得叮当响。富贵花让他赶紧想办法。比起肥头大耳的庞大地主，他还是更想嫁给王七这样的男人。庞大地主回到家后，想要偷拿金库的钥匙，结果却被夫人逮个正着。夫人早就知道他想纳妾，他死都不会同意让那个青楼女进门的。而富贵花为了帮助王七，计划着要偷庞地主家的银子。他半夜拜访庞府，让王七装扮成家丁，谎称王七已经凑够了赎金，明日一早就要帮他赎身了。你我交情不同，我是特意来通风报信的，你赶快把银子预备好，让家丁背回去，这样你不就占了上风吗？庞大地主连忙将美人请进屋，开始商量银子的事。期间，王七独自一人去找金库，想要穿墙进去，结果发现金库周围都是铜墙铁壁，穿墙术根本没用。于是两人就开始不断的怂恿庞地主去偷钥匙。庞地主只好再去尝试，结果差点又被发现。他将钥匙扔到地上，再把它踢到门口，让富贵花去取银子，自己则留下给夫人捏腰捶腿。拿了钥匙后，王七和富贵花连忙跑到金库拿钱。打开金库大门，两人瞬间目瞪口呆，这里面的银子够他们花8辈子的了。随即立刻开始装银子，最后装了整整1麻袋。庞地主这边终于把夫人哄睡，然后立刻来到金库，看见两人装得起劲，他心疼的要命，表示够了。富贵花却说，银子越多，陪嫁的婢女就越多，别那么小气嘛。银子到手后，王七一把将庞大地主推倒，将他锁在了金库，然后扛着银子和富贵花火速逃离庞府。可大门紧锁出不去，两人只能找面墙钻出去。可银子属金，王七人穿过去了，和1麻袋的银子却卡在了墙里。此时庞大地主在金库拉响警铃，铃声响彻了整个庞府，庞夫人也被惊醒。见此情形，王七只能回来背上麻袋翻墙而过。庞夫人看见富贵花，当即就要把他抓起来。富贵花则谎称自己不是贼，贼正在金库里偷银子呢。于是众人又赶忙赶往金库，没想到却听见庞大地主的声音，而钥匙也同他一起锁在了里面。他向夫人坦白了一切，让他赶紧去抓富贵花和王七。怎料他们来迟一步，两人早已翻墙离去。庞夫人命人去追，可大门钥匙也被锁在了金库。最后有惊无险，两人总算将银子拿到了手。他们拿着这笔钱要给富贵花赎身。老鸨见后乐开了花，可伸手这么一摸，感觉触感不太对劲，倒出来一看，银子竟然变成了崂山道士的尸体。老鸨大怒，认为这两人是故意要拿尸体来诬陷他们，于是直接将2人告上了公堂。两人对着县太爷高喊冤枉，麻袋里装的明明是银子，怎么会突然变成一具尸体呢？这让王七非常的纳闷，直到他抬头看见县太爷，发现对方居然是道长假扮的。王七不听师傅的话，用茅山道术为非作歹，道长必须要对他做出惩罚。王七还以为师傅是来救他的，没想到下一秒就被官差痛打了50大板。行刑期间，王七的妻子哭哭啼啼地跑进来，要为丈夫伸冤。她了解王七的为人，虽然他不务正业、游手好闲，但绝没有胆子残害人命，还请大人明鉴。一旁的富贵花听后气个半死，因为这时她才得知王七已经是有家室的人了。哦，你在外面有告女人，戚大康不顾，你居心何在啊？清官难断家务事，道长见场面乱作一团，烦得他把3人赶出了公堂。而真正的县太爷才刚刚起床，正在到处找自己的乌纱帽。道士走进来，怒斥他为官不正，审案无能，日上3竿还没起身，还要我帮你出面审案子。县太爷大怒，喊人进来，要把他抓进大牢。而道士则使用穿墙之术逃之夭夭。王七挨了板子，可依旧死性不改，他还想要左拥右抱，富贵花和妻子他全都要，结果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此时道士找到了他，并把他狠狠训斥了一顿。王七最后也终于幡然悔悟。在道长的教导下，王七向妻子诚恳的道歉，并老老实实的陪在他旁边帮忙织布。可他还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。突然，妻子竟然变成了富贵花的模样，他瞬间生龙活虎，直接扑了上去。可仔细一看，富贵花又变成了妻子的模样，原来还是道士在考验他。看来这小子终究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呀。